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最近一段时间，关于 iPhone 16系列的爆料已经出现了多份。结合来看，其中主要提到的就是这一代 iPhone 系列的外观升级信息。去年曾有爆料提到过，苹果的 iPhone 系列新机的外观设计将会在今年3月出现更加确定的消息。现在最新的爆料中也再次展现了新一代 iPhone 16的外观渲染图。结合图片来看，新一代 iPhone 16的正面屏幕部分并没有更大的变化，仍旧采用打孔结合灵动岛的设计方案，但可以期待一下苹果是否会进一步缩小屏幕四周的黑边区域。机身背部的设计将会在这一代中进行新的调整。目前为止的多份渲染图爆料中都提到过 ，iPhone 16标准版和 Plus 版将采用垂直排列的双摄组合，最新的这份爆料也不例外，同样显示了这一设计。加上以往的爆料中也出现过据称是 iPhone 16模具和模型的图片，其中也显示了垂直的摄像模块方案。就此来看，似乎可以大致确认新一代的 iPhone 16将会带来全新的后置摄像模块设计，采用垂直排列的方案。据悉，这种设计调整可能是为了将空间视频录制功能引入 iPhone 16，以与 Vision Pro 空间计算设备进行更好的联动。空间视频录制需要将两个镜头垂直排列在一起，以确保准确计算 3D 空间视频。除了后摄模块处的调整外，最新的渲染图中还显示了侧边新增的拍摄按键。就图片来看，新增的按键安置在了机身右侧电源按键的下方。据称，这颗新增的按钮将用于拍摄视频，能够识别用户按压的力度变化，并根据不同按压方式力度进行放大或缩小焦距、拍照或对焦等操作。目前，关于新一代的 iPhone 16已经出现了多份外观相关的爆料。此前的渲染图、保护壳照片、机模图片等都显示了一致的后摄思路。这也表明 iPhone 16最终采用这一设计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定位更高的两款 Pro 机型则有望延续现有的设计方案。参考目前的爆料来看，两款 iPhone 16 Pro 系列设备都将采用与前代产品接近的设计，但与此同时，其也会新增侧边的拍摄按钮。不过，就现有的信息来看，苹果为新设备新增侧边按钮的计划有些令人费解，这一按键的实际使用率令人好奇。另外，除了手机设备方面的信息外，关于新一代 iPad Pro 目前也再次出现了新的消息。此前据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称， iPad Pro 2024的发布时间延期至5月份，原因是 OLED 面板供应不足。近日古尔曼在最新的一份爆料中提到，苹果可能会在5月的第2周推出新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如果你和 Jeffrey 一样，已经等了1年多的新款 iPad， 不妨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超前爆料，先过眼瘾。iPad Pro 的上一次更新还是在2022年10月份，包含了11英寸和12.9英寸两种规格。全新的 Pro 系列终于打破了延续9年的12.9英寸，将其最大尺寸拓展为13英寸。从外观上看，新款 iPad Pro 的屏幕边框变窄。根据9to5 Mac 的爆料，其边框尺寸分别是11英寸 iPad Pro 边框 7.12 毫米，13英寸 iPad Pro 边框 7.08 毫米。另外，新款 iPad Pro 的厚度也比上代薄了 10%到 15%， 有11、13英寸两款可选，并且保留了 WiFi 与蜂窝2个版本。虽说标准版本尺寸保持不变，大尺寸只增加了 0.1 英寸，但是缩窄了黑边和更好的机身，从视觉上让 iPad Pro 相较之前大了一圈。新平板前置摄像头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从上一代的纵向前置变成了横向前置。苹果在 iPadOS 17.4 的 Face ID 代码描述中指出， iPad 在设置 Face ID 时需保持横向，而 iPad Pro 则是该系列中唯一支持 Face ID 的产品。前置镜头最多的使用场景是视频通话和线上会议，而此类场景中平板大部分都会横向立在桌面上，因此横向放置的镜头刚好能把使用者放在视频的正中间，对话时眼神也不会在镜头和屏幕间反复横跳。同时，两款 iPad Pro 都全部配备了 OLED 显示屏。上一代 iPad Pro 11英寸采用的是 LCD 显示屏，支持 P3 广色域，最大亮度为600尼特，而 12.9英寸 iPad Pro 采用的是 Mini LED 显示屏，支持 P3 色域，最大亮度高达1600尼特。全新升级的 OLED 显示屏采用自发光的技术，每个像素都可以独立发光，因此对比度比起 Mini LED 更高，而且不需要额外的背光源，可以显著节省能耗。但是高亮度模式会加速有机材料的分解和降解过程，进而可能缩短显示器的寿命，产生烧屏或像素老化现象，即长时间显示高亮度内容可能导致某些区域的像素变暗，引发不均匀显示等问题。不过 iPad Pro 上采用的串联堆叠 OLED 技术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屏幕的耐用性和亮度表现。从性能配置来看，
新款 iPad Pro 上最重磅的更新是 M3 芯片。标准版 M3 芯片采用3纳米制程工艺 ，CPU 和 GPU 核心数量和 M2 相同，具有8个 CPU 核心 ，GPU 核心数量达到10个，但 M3 集成的251个晶体管比之前的 M2 芯片多出了51个，这使得新款 iPad Pro 的图形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此前有消息称，在 M3 的加持下 ，iPad Pro 的图形性能提高了65%，CPU 性能最高也能提升35%。并且，新款 iPad Pro 的内存也统一升级为24GB， 这将使平板用户能更轻松地处理多任务和复杂的应用程序。当然，全新 iPad Pro 的价格也很有可能会更高。目前在售的 iPad Pro 价格为799美元起售。和大哥 Pro 一同升级的还有 iPad Air， 此次第6代 Air 将原本的 M1 芯片更新为了 M2。苹果首次将 iPad Air 的大小升级为 12.9 寸，这是苹果史上最大的 Air 平板尺寸。外形上与第5代 iPad Air 非常相似，机身纤薄，并沿用了窄边框屏幕。4扬声器、Touch ID 开关键、音量键、USB-C 接口等都和上一代保持一致。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新款 iPad Air 为了达到更好的影像表现，采用了面积更大的感光组件，还在镜头下方加入了闪光灯，因此镜头模组略高于背板，有种 iPhone X 背部即视感。不过根据爆料，苹果并未取消 10.9 寸的 iPad Air， 而是新增了更大的尺寸。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按照个人使用习惯挑选最合适平板大小。相较于13寸的 iPad Pro， 新款 iPad Air 在尺寸接近的同时，又兼具了前者没有的价格优势。因此，对于许多有娱乐、轻办公但又没有专业需求的朋友而言， iPad Air 12.9 寸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选择。iPad Pro 依靠升级的外观、屏幕、硬件配置，已经开始比肩笔记本电脑的性能。Apple Pencil 的重大更新则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发挥出作为一台平板的生产力。日前9 to 5 Mac 在 iPadOS 17.5 测试版中发现，新款 Apple Pencil 将有一项重要的更新，全新的挤压手势。新的挤压手势允许用户快速进行一些简单交互，可以使用户在各种操作中更加方便灵活地添加形状、签名、贴纸或文本等内容。据推测，该手势将通过按下 Apple Pencil 笔杆表面来触发，类似于我们在 AirPods 耳柄上使用的按压操作。用户可以通过挤压 Apple Pencil 的侧边来触发特定的功能，就像按压 AirPods 耳柄一样。至此，被落下1年多的 iPad 系列终于等来了更新，而这也是苹果在2024年至关重要的一步。iPad 在这个时间点的迭代刚好承上启下，一方面补齐了平板配置的进度，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即将开启的 AI 终端做足了硬件上的准备。在 All in AI 的元年，全新 iPad 应该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对 iPhone 16外观设计满意吗？对全新的 iPad 还有什么期待？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